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国的债务危机真化解了吗？非也，这一次是把原子弹变成氢弹。当下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美国的债务危机。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的一样，美国众议院与美国政府最终一定能够达成协议，提高美国债务上限。果不其然，5月27日晚，美国总统拜登和众议长麦卡锡终于达成了初步协议。这个协议的核心要素是美国政府的提高债务上限与众议院的压缩联邦政府开支。好吧，我们现在假设最终众议院投票通过压缩后的财政预算，债务上限的法案也通过了，但美国的债务危机就能解除了吗？我的答案是绝对否定的。这不过是把原子弹变成了威力更大的氢弹，把今天的爆炸推迟到明年或者后年或者更远的时间才爆炸而已。这就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美国的国家债务。美国政府之所以发行国债，是因为美国的货币发行权被私人财团美联储掌握在手里。后来，美国政府想把美元的发行权收归政府，但私人财团的力量其实超过了政府。在主张政府收回货币发行权的肯尼迪总统被刺杀身亡后，再也没有哪个总统还敢主张政府收回货币发行权。但是，美国政府财政收入远低于开支，怎么弥补这个资金缺口呢？于是，美国政府就想到了一招。发行美国国债，这就是向全世界借钱用。因为美国国债利率比银行还可观，美债就有了很大的吸引力。不少外国公司和公民、美国公司和公民都购买了美国国债，实现钱生钱的目的。不过，美国政府需要偿还到期的本金并支付利息。但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本来就远低于开支，赤字很严重，怎么办？于是美国政府就继续发行新的国债，用后面销售的美债得来的美元去支付前面的本金和利息。所以美国政府的国债几乎每年都要增加发行好几次，否则就会没钱支付之前发行的国债本金和利息了，就会违约。这就会导致美国政府失信，大家就会抛售美债，那美国政府就没钱用了。如此一来，美国的国债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了，现在已经大到美国扛不动的程度。因为美国的经济增速远远跟不上还债的增速了。继续提高债务上限，那就意味着下一年度可能会更加危险。一旦美国政府还不起国债的本金和利息，那就意味着美国经济迅速崩盘。美国经济瘫痪，这就必须大大压缩美国财政开支，才有钱支付到期的本金和利息。但美国人的社保，甚至总统在内的公务员工资也支付不起了，美国就会天下大乱。更有压缩财政开支，那就连军费也要压缩，甚至连豢养的中国水军的开支也要压缩。这样一来，美国只能继续插手全球事务，这就等于美国要从霸主地位跌落。这个关系很复杂。压缩政府开支的话，美国军火商的订单同样被压缩，但军火商是幕后控制美国的主要财团之一。此外，还有金融财团。美债崩盘、美元崩盘的结果是金融财团也要崩盘。这些财团一定会给众议长和总统分别施加压力，要他们各自退让一步。所以，美国的债务上限一定能够获得突破，眼前的危机一定可以化解。但这种别无他途的做法，却给未来的危机增加了更大的爆炸能。今天的31万亿美元债务，美国已经撑不住了，增加到35万亿美元，明年还能撑得住吗？挺过了明年，后年40万亿美元还能撑得住吗？最大的问题是，还会有多少人再去购买美债呢？前不久，中国购买了200几亿美元的美债，但其实中国总体上还是在减持美债的。
不过是对不同期限的美债进行置换而已，这里买了，那边抛了。这主要是在提醒美国，也在警告美国，在挑衅和威胁中国，以后中国会出手全抛了美债。总之，世界上不会有几个国家增持美债了，连美国的最铁跟班日本也在大规模减持美债。那么美国政府增加发行美债，没人买的话，美国的危机一样过不去。天下苦美久矣，美国崩盘或许不远了。美国不垮，世界不会太平。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